我们想帮市场定义什么是好的鲜奶，依据乳品的生产技术、品质建立一套定义方案，让牛奶可以像红酒、咖啡有庄园这样子的认证机制。鲜乳坊的创立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传统乳品产销机制上面有很多可以更好的地方，加上当年的食安事件爆发，所以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意识提升，所以他们更在乎他们喝进去的鲜奶是不是安全安心的。因此，我们的创办人龚宁佳兽医师他决定跳出来找我们一起来帮酪农做点事情，透过改善传统的乳品产销机制，让每一瓶鲜奶都能更公平地被卖出，甚至消费者也可以买到有兽医在牧场把关、单一乳源不混奶的安心鲜乳。销售方面，我们打破传统的思维，先跟消费者借冰箱，我们直接跟消费者接触，借用他们在开放性的场合、场地、空间，还有冰箱做团购或是寄售贩售的点。所以，刚成立不久的鲜乳坊，最常被发现在一些非典型的通路出现，比如说书局、补习班、药局、宠物美容店，还有地瓜店等等的，这都是平常不一定会买到鲜奶的地方。同时，我们一边拓展网络订阅服务，主打定时扣款、定期配货。目前我们已经累积了超过7万多个官网会员，其中有超过1500个都是用鲜乳坊的订阅服务，让每一个礼拜都有鲜奶送到他们的家里面。那因为我们的生产模式、销售通路、交易方式都比较多元，过去面对各种营运的需求，系统都是一再的客制扩充功能来符合这些需求。久而久之，系统就会变成层层堆叠，营运流程也越来越复杂，而且大家都习惯用自己线下的表单来记录这些变动。每一个系统跟资讯之间是没有互相串联的，所以随着我们的业绩成长，资讯也越来越多。每一次我们在月结资料的时候，都需要一直检查，一直检查。老实说，我们每次出报表的时候，心里面都会蛮害怕的，很怕我们有没有对到、没有检查到的地方。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一套系统，完整的去串联公司的每一个资讯，让我们可以快速的掌握所有的正确资讯。导入 ERP， 我们至少想要用5到10年以上吧。一来是看准 SAP 是国际品牌，系统功能很完整，而且可以持续的扩充，至少我们确保我们未来不用一直换系统。而且选国际大厂还有个好处就是操作上遇到任何问题，上网就可以找到答案，而且也很多人可以问。其次，我们也评估 SAP 在台湾的经销生态系很完整，支援导入系统的维运伙伴也都经验很丰富。我们这次选择了硕毅来帮我们解决这个导入的问题，我们不用担心有一天变成系统的孤儿。在导入过程，我们欢迎各个部门会使用到系统的同事都参加讨论，这样可以确保新系统的设计流程和使用都符合大家的期待。硕毅团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我们讨论，重新梳理和优化工作流程。顾问他们不但理解我们的业态，也很耐心听我们的需求，帮我们一一排除问题，一路支持协助我们快速上线。导入 SAP S/4HANA 后，很好的整合了生产到销售的数据，让我们可以及时看见各种营运资料，而且确定资料是正确的，让我们在决策判断的时候更有把握。我们因为有 B to B 跟 B to C 的交易模式，所以结账程序本来就比较复杂，光是发票就有很多种格式，而且开立的时间点也都不同。以前财务很辛苦，每个月15号、25号、30号都不停地在核对资料跟算账。那在导入 SAP 之后呢，现在每笔订单的收款方式、作业时程，系统都很清楚地记录下来。核账的时间呢，从2天缩短到3个小时，也加速我们的财报制作。以前月结都要到月底30号才能完成，现在每个月10号就可以结算完毕。以前订单处理呢，我们至少花2个小时在做人工的输入资料。导入 SAP 之后呢，我们全面自动化订单的管理。现在的订单资料会直接汇入到系统里面，同仁呢可以在平台上面查看或是调整。过去在盘点库存跟安排物流要花很多的时间，仓管人员很难马上知道实际的库存量，或是各批次乳品的效期，或是在物流作业上面呢，至少60%的订单是仰赖人工的判断，看是不是需要合并单来出货。那在新系统导入之后呢，提升了整体库存的掌握度，还能自动帮物流件数、签收单作业依逻辑来做分类。现在物流单要人工判断的比例剩下20%而已。接下来呢，我们会把 SAP ERP 用得更上手，透过 SAP 打造的公司核心数据库，从产端到销端，从乳牛品质的记录到销售订单的资讯，各种数据全部整合，提升营运的可视性，加速我们的决策，强化营运体质，持续提供最优质的鲜乳给消费大众。